BNT 终于来了。这个台湾目前最起码340万人，其中也包括我自己，因为我也加选了 BNT， 就是极度渴望。那可是当然，最近这2天对我们这些人来讲是有点晴天霹雳，但我不希望因为打了一个疫苗造成世代对立。可是因为我不知道委员这边有没有接收到很多的民众心声啊、陈情啊，都会问你说，到底什么时候轮到我，轮得到我啊？那眼巴巴看着 BNT， 那照理说之前是从上往下打，按照年龄，那现在陈时中居然又跟我说要从下往上打，那中间的这一块是不是我们永远都打不到疫苗孤儿？所以你最近是不是有听到很多这样的声音？其实这声音在我心里面自己就有啊，因为我就是那个，你有打吗？我先问。你现在我还没有打，那你跟我一样。对，我在疫苗意愿登记平台上面就是有登记我想要打的疫苗。那我自己目前登记的状况是，除了国产的高端疫苗以外，其实另外3支疫苗我都是有勾选的。那这个勾选的过程呢，就是说我其实感觉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因为我自己是38岁以下，然后当时他们打到38岁的时候。我就一起想说，下一轮总该轮到我了吧？这样，结果没想到他下一轮开放到36的时候，我还蛮开心的。这样好像有点泄露年纪，对。但是他开到36岁的时候，下一轮那个第6轮，他竟然只开放高端，所以我就这样硬生生的被 pass 掉了，这样。对，那现在说，当然 BNT 疫苗一来的时候，对于我是不知道千惠您的年纪，对，就是不用跟我说，但我是觉得说，当时我们确实有一个族群，大家是希望说，长幼有序没关系，因为我们都理解，年长者他们的就是重症率跟死亡率遇到肺炎是比较有可能是发生的，所以呢，疫苗先去保护他们是有科学根据的。但这怎么秋冬妈得变成是18到22岁可以先做医院的？就中间这个23到这个35好了，就36嘛，到36可以打高端，我们就不讲了。那你到23到35这一群，就硬生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打到 BNT， 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因为你想就是指挥中心告诉我们说，因为大学生他们要开学了，所以我们要打18到22岁。我就问一个千位很简单的逻辑问题：大学生等于18到22吗？当然不是啊，很多的年轻上班族他可能也22岁啊，但他是不是就不能打？不是，他现在意思就是说，反正大学要开学，所以我要打18到22。但是18到22岁，如果说今天有一些人，他可能是他其实年纪比较大，或者是年纪比较小，他也有可能在大学就读。18到22岁的人也有可能他不是大，对吧？对，有可能。所以你知道，就是以我们这种就是理工背景的，会觉得这个逻辑是完不通，全无法理解。对，然后再来是什么考量呢？就是如果他在科学上站不住脚的话，那他就是政治考量。那他是不是我必须这么讲？就是说对他来说，这个是不是就是年轻选票？那或者是手头族他的一种政治投资？我就跟千惠讲一个数据嘛，前一阵子就是上个星期的时候，有民意基金会他们就是做一些民调相关的。那这些民调公司做出来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年轻人20到24的这个阶段，他们原本在去年我们讲到前年就是选举投票的时候，在去年的时候刚选完，他们其实在蔡英文的支持度是相当高，大概有80-90%。但是呢，在上个礼拜他们重新再做一次调查的时候，经过1年又大概3个月的时间，你知道吗？他的支持度竟然掉到45%，就整个腰斩少了一半。所以当时呢，你知道有几件事情在这个民调出来的前后，其实有一些事件，我觉得大家可以观察一下。首先第一个，为什么今天陈时中冒着被大家千夫所指，讲说接受了复必泰这个回力镖大转弯？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9月真的疫苗就没了，他没有疫苗了。如果今天 BNT 不赶快来，我今天每天施打的量能明明就拉到20万，结果现在高端只剩下高端可以打，高端的预约量又远远的打气不好。所以呢，第一个是他们疫苗不足的问题，民调下降，所以他不得已，他这次他就好，我终于讲说人民的健康防疫优先，所以我们愿意接受复必泰这一批疫苗。对，第二个事情就是这一次你看到的18到22岁，来，你们不要再对我支持度砍半了，我让你们打疫苗，而且还打这个大家最喜欢的 BNT 哦。
因为 BNT 疫苗在民调里面是最高的疫苗，就是大家最想打的疫苗，四大天王里 BNT 是占第一名。对，他就说，哎，18、20岁，我们让你们打 BNT。所以你说有没有考量？只要你讲不出来，你为什么用公卫的专业或者是科学的根据，你去做了这样的决策，你讲不出来，我们当然可以说你是政治考量啊，对吧？对，那问题是政治考量有用吗？我的意思是说，不会被看破手脚吗？那这些年轻人真的会被挽回吗？还是有人就也认为说，其实他们也看得很透彻，其实回不去了。其实我觉得会不会被看破手脚，我想从最近嘛，比如说几个社群的媒体，原本像比如说我们讲 PTT 好了，原本 PTT 其实它是颜色是真的比较偏绿的，它其实在上面常常会骂国民党啊或者是什么，它其实颜色是比较偏绿嘛。但是你看哦，从今年开始，其实种种的一些事情，在我们的当局的政府没有办法去解释的时候，其实有一群。尤其又是年轻人这种，尤其又什么上班族，他们其实说真的很务实啊。你今天没有办法跟我解释清楚的事情，那说真的，我就会觉得你有鬼。1次2次可能还好，你3次4次5次6次9次10次的时候，不好意思，我没有办法信任你。如果说你今天包含说你对国产疫苗的这样的态度，跟当时对郭董要买 BNT 的态度，你完全是两样情嘛，所以在这情况之下，没有办法解释得通，当然会被人家看破手脚。不要以为永远可以一手遮天。所以现在在 PTT 上面的风向其实真的变了，是不是有改变了？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新的名词叫塔绿班？有，我们还有什么那个说图卖家说图上面就有塔绿班。对，塔绿班啊，然后什么卖家胜。就是什么，反正就有一堆这种就是新的名词，为什么会被创造出来？就是因为其实，在 PTT 上面有很多网友其实都很有才，他们其实对政治很有想法，他们对一些公共议题很有想法。那他们为什么会去创造出这些名词？其实就是一种嘲讽。然后我们其实有一些阿宅，我们其实是很有嘲讽技能的，可能在平常的现实生活中战力不够，但是我们在网络上面可能是键盘杀手这样。所以你今天如果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风向的改变，或者是说大家对于你的执政的做法会有很多黑箱啦，或者是觉得你可能就是还有一个名字叫绿共嘛，现在大家也会叫说这个绿色的共产党绿共。那甚至呢，在网络上面，大家有时候讲到那个党的时候，就是民进党的时候，他会那个党会用简体字。你知道，就是你已经开始让大家觉得你的这些做法，其实你就是跟民进党最讨厌的共产党没什么两样。对，那包含说，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个疫苗 BNT 疫苗。一落地，昨天其实大家就看到那个就是发货的那个公司，其实它就已经有抛出发货前的照片。结果呢，它一落地之后呢，大家就发现上面少了一个布，那个布上面就是复必泰。对，你说，天哪，就是党会不高兴，政府会不高兴，所以还要那个桃园的那个航空公司的人员偷偷潜进去，然后把那个布赶快撕下来，然后揉一揉塞到自己口袋。你知道这个行为，你知道所有的年轻人，其实大家看到的时候都会。3条线，就是黑人问号，想说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会花这么多的时间去处理这种所谓意识形态或者是政治凌驾于专业的事情？我们希望的只是很务实啊。对，而且复必泰3个字，你知道纠结了多久？纠结了快1年，就是在忙这3个字。那其实你都跟人民说清楚了，反正最后你也就是点头，也就接受就来了嘛。那我实在真的是不知道，今天早上还为了，但他们讲的说因为合约的关系啦，所以那个必须要移除。可是因为我们跑政治的记者有说，就是其实昨天我们所掌握到的消息是，陈时中他到现场接机，他原本是不打算合照的，可是最后大家看到他合照了嘛？合照的原因是因为那块布复必泰那块布被撤除了，被剪掉了，所以他可以合照。那我要讲的是说，这个就是一叶知秋啦，就说你从这么小的地方，你就会觉得一直在纠结在这个复必泰，然后这些简体字，你兜转了快1年，你也等于是耽误了800条人命。其实是啊，因为我们现在回头看哦，他从5月底，我们讲过郭董，他5月23号跟那个就是我们讲说被媒体爆料说跟柯建铭开始在谈要买疫苗这件事，到5月28号，他真的就是政府的这个专案一出，他开始准备相关的文件。其实我们就讲5月23号，郭董开始想要买疫苗这个时间点。
我们不要讲到9月1号啦，你就给他3个月时间好了。这3个月时间里面，你可以看到民进党的相关人等，其实他们从一开始的言论都被记录下来了嘛。一开始的言论到最后就是郭董买到疫苗之后，纷纷出来讲说他们是大队接力跑前3棒。你真的会觉得这个政府在做很多的一些政策上来讲，真的有时候都是用这种所谓的就是民调去或者是政治选举的考量去评断，而不是真的把人民的性命摆在第一优先。如果今天郭董没有坚持要买这一批疫苗，到现在 BNT 到货的话，我想请教一下，那12到17岁的人现在要打什么？对，他们就没有疫苗可以打，这个真的是那要不要开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真的啊，本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啊。如果按照我们政府买疫苗的这个功力来说的话，我们先把这个 BNT 放到一边去，我们先讲就是政府有做的事情。立法院给了政府340亿的钱，是要去买相关的国际认证疫苗嘛？好，那当然他后来解读说他也要去买国产疫苗，这就是又另外一回事。但是今天我们立法院代表民意的机关，不是没有给你钱去买疫苗，那你苏贞昌来说，你买到了2000万剂的国际认证疫苗，但是到了6月，我上质询台去询问他的时候，到货率还不到5%。你今天2000万剂的疫苗从2月买到了6月，2月已经买到了嘛？买到了，那你这个疫苗的到货率到了6月，花了4个月的时间，你的到货率不到5%。那这时候苏贞昌院长在质询台上说什么？他说：“哎呀，我们这个国际处境困难，都一直被打压，其他人也都拿不到货啊，没有国际现货啦。”然后呢，陈时中就说：“没有人有货，没有人可以买得到，我可以这样讲。”然后呢，对于 BNT 这一款疫苗，他们就会一直讲说这个是中国制造、中国分装，可能会被动手脚。接受这一款 BNT 疫苗就是被统战，就是有什么被抹红，而且还会给中国人赚钱哦。所以我们怎么样都不要这一批疫苗。对，大家都言犹在耳你不要以为你讲过的话没有人记得对，所以你回头去看就会发现说，一开始你的这个态度，其实就是因为你心里面你觉得你7月8月就有高端疫苗的1000万剂可以来，高端500万，联亚500万，对，高端至少500万剂，他们本来的约定是7月底到8月要出来，让大家可以开始打，所以他心里面就觉得到时候反正我有高端疫苗，我不怕，所以这些疫苗我们就控制它的水位。但是呢，没想到到8月的时候，哎呀，高端疫苗这个产能看起来不是那么稳定，又出问题。其他他自己买的国际认证疫苗看起来，尤其莫德纳到货也出状况，所以这时候只好 BNT 有就赶快来了。那来了怎么办？没关系啊，来了虽然会被回力标啊，我们就想办法来洗风向嘛。所以接下来你就会看到，哇，这个顾立雄也有功哦，这个谢志伟也有功哦，全世界都有功哦。这很恶心啊，我觉得。